国家出台重磅台湾政策。9月12日，新闻联播播发重磅新闻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，就畅通台胞往来通道、便利台胞在闽生活、优化涉台营商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。这个政策可太牛了！为什么说这个政策牛呢？因为这个政策有4个超强看点。首先，这个政策以大陆为主，按大陆规则推进两岸融合发展。传统上，我们很多惠台思路都是以台湾为主，但这次不一样，完全以我们为主。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筑巢引凤，国民待遇，共谋发展，爱来不来。政策明确表示要畅通台胞往来通道，适度超前开展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。换句话说，以后台湾与大陆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，国家要超前建设了，路都给你铺好了，爱来不来。在台生来大陆学习问题上，国家也给予台胞国民待遇。福建的中小学、公立幼儿园全部实行欢迎就读、一视同仁、就近入学的政策。此外，政策还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创业发展，支持台胞来福建就业，包括鼓励更多台湾企业聘用更多台湾员工，以及扩大招聘台湾教师的力度。也就是说，台湾的老师可以到大陆任教。这一招也很厉害，一旦在大陆挣得多，生活得好，老师传老师，学生传家长，台湾的信息茧房就打破了。与此同时，直接把台湾同胞当福建人了，让他们直接参与到福建的社会治理当中来，包括生态环保、乡村振兴、社会公益等各项事业，甚至社区建设、基层治理等实践统统鼓励参与，也支持台胞加入到相关行业性、学术性、专业性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组织的负责人、法人等试点。这样的政策可谓牛不牛？台湾在大陆彻底失去存在感了，法律法规统统没有了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如果台湾政客们还不醒悟，未来台湾就一国一制了。其次，这个政策以两岸同胞的融合为主。传统上，我们一直强调保留台湾的个性，但这次政策的重点转向推动两岸融合。融合从哪个切口切入呢？从福建与台湾的经贸切入。经贸切入的落实点有5个。一是优化涉台的营商环境，给台胞提供便利高效的发展环境，让台胞在福建发展没有后顾之忧，没有发展困扰。二是深化产业合作，这个产业合作很关键，因为台湾其实没有特别厉害的产业，也就是过去几年抓住风口搞了个芯片产业，未来几年也会逐渐被大陆替代。但是我们希望台湾同胞一起融入进来，共同推动产业发展。三是促进台湾农渔业和中小企业在福建发展。这个点的意义在于，大陆对周边渔业管理越来越严格，台湾农渔业有机会在大陆发展，国家也鼓励。四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，与大陆加强科技创新合作，是国家给台湾同胞的机会。台湾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发展空间，通过与大陆的合作，可以实现共赢发展。第三，这个政策以大陆发展为主，用发展吸引台湾同胞的参与。政策的名字叫《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》。请注意，这个文件名的主体是福建，是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，由福建来建设两岸融合，发挥示范区的作用，完全没有台湾什么事情。台湾当局在搞台独，怎么可能有他们什么事呢？所以这个文件本质上是发展福建，是给福建政策，让福建来主动出击融合台湾人，而不是融合台湾。台湾人都融合了，台湾不就回来了吗？那么这份文件归根结底的目的就是2个。现实目标是发展福建，同时带动愿意到大陆的台湾同胞发展。愿景目标是促统，引导愿意在大陆发展的台湾人共同促统。最后，这个政策单方面放开，扩大交流，交流是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。
政策包括扩大人文交流合作，鼓励青年交流，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。不管台湾当局怎样，国家都敞开促进交流。要想融合，必须加强交流。这个重磅台湾政策的背景和意义十分重大，以大陆为主，以发展吸引台湾同胞，以融合为目标。这些政策看点展示了国家的魄力和战略主动。台湾在大陆彻底失去存在感了，法律法规统统没有了。这份政策的出台将对台湾产生深远影响，也为台湾未来的政治形势提供了展望。希望台湾政客们能够醒悟，否则未来台湾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国一制的道路。这个政策旨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，以大陆发展为主，引导台湾同胞积极参与，加强交流，促进台湾与大陆的合作与发展。在这个融合发展的过程中，福建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将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。政策的目标是发展福建，同时吸引愿意参与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。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台湾同胞将带来积极的机遇和挑战。我们期待两岸关系的持续发展，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。